你们医生听到这个话会不会很会不会很想就是干什么啊？对。医师来找茬，为你来解答。大家好，我是医药记者王瑞玲。你急不急？人总是有急的时候，好吗？尤其是生病，你急不急？你急的时候，你要去哪里？挂急诊室。但是急诊室可以让你这么轻轻松松就度过去了吗？不要滥用哦。所以今天瑞玲姐帮你请到了一位急诊科的医师来告诉你，急诊室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真正你需要急诊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我们欢迎贾卫医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卫医师。今天找来的不是假医师，是真医师。如假包换，如假包换。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急诊室，其实急诊室真的是让人觉得是又爱又恨，因为很多人呢在重病的时候，他必须送到急诊室，然后在很紧急的状况必须送到急诊室。但是急诊室还是有减伤分类吧，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这几年，大家一般的民众对减伤分类其实耳熟能详，很多人的概念也非常好了。因为以前大家都想说，急诊室基本上就应该是救急的地方。对。所以大家讲，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急。要多急，多急，我急还是你急？对，要有多急？对，这个急不急，谁说了算？原则上，这个病情急不急，当然是专业说了算。但就病人就民众的立场讲的话，你说我不急，但是我真的很急。他的急和我们医学上的急其实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大概也很难把每一位民众都这个教育成说他很知道这个病急不急所以我们常常跟你讲说，小病看小医院，大病看大医院。可是我们在媒体上也常常看到说，感冒3天后怎么变心肌炎，变成一个很严重的时候，就突然间就产生很不好的一个结果嘛。所以医师也在呼吁说，千万不要忽略。所以急或不急，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民众如果你觉得急，当然你可以利用急诊，我们都不会拒绝。但是你到急诊室之后呢，我们第一关我们所谓减伤分类的护理师，至少要有一些资历他也要受过一些减伤分类的专业训练。减伤分类这4个字，很多人不知道减伤分类有分几级哦。对，以前是分4级，对，那现在是我们在台湾是分5级那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很客观、很科学的一个判断方式呢，他会给你一个减伤分类的级数。那如果现场病人不多，你纵使是不是很急的3级、4级、5级，那我们当然也会尽快提供医疗服务。但是如果现场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当然1级我们就知道最危急的个案，他一定会先看，他是1刻都不能等的。那2级的话，他也情况虽然没有到立即要急救，但他的情况也是相当不稳定。对，那我们现在就说，像这种病人来的话，我们的医疗团队必须要在10分钟之内就要提供马上的一个紧急处置。那1、2级就真的讲，这真正在病情上它是紧急的。那真的是要紧急。那3不要跟人家比啊。对，3基本上就是说它可急可不急。对，3级其实就是最争议的地方。就医学的病情来讲，它基本上它不紧急，它其实它可以稍微延后处理，但是就病人来讲的话，他可能会真的不舒服。可是是不是我看到很多3级？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3级？其实有时候戴到那个手环有没有？你进去的时候，他是会给你戴一个环，上面其实就有告诉你紧急了，好吗？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走在走廊上了，我躺在走廊上了，因为上面写3级，真的是这样子吗？像3级3级坦白讲，大家都有这个急性肠胃炎的经验。连续呕吐，拉到脱水，对，拉到整个虚脱，所以嘴巴都有点干感觉又不能吃，一吃了就吐，对不对？会不会不舒服？当然很不舒服。那他要离厕所近一点对。但3级就医疗上，他会不会有一些急迫的危险性？当然你脱水，你脱下去，你就不处理当然也不行。但他会不会马上变坏？基本上他还不至于。所以3级的话，就现在就被要求，就是说3级的病人病人到急诊室，不管什么病情，减伤分类判定3级的话，我们也会尽快，但这个尽快就有一点等候时间，基本上就30分钟。所以它就是一个可控制范围的3级，病情变化不至于这么大，但是还是在可控，因为你都已经到医院来了，好吗？对，还是有在受控制的。但它不紧急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妈妈在厨房做晚餐，准备切刀了，咚，把手剁下去了，就是划一大刀。哇，这个先生看了之后，哇，好深啊，流好多血，是啊，好多血，对不对？是吧？怎么办？可是我们知道这种伤口局部伤口，你轻轻一按压，一个纱布一压，基本上那个流血先被控制住。对对，没错。它急不急？它急，但有没有到紧急？它没有到紧急。都没有。所以像这种的话，它是医院是被允许在30分钟、半个小时内，你帮他做一些处置都 OK。我们扩大解释1、2、3，基本上就是真正的需要看急诊的病人。4、5基本上就比较真的不紧急了。哎，那4、5的案例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居多？我们先讲5级，5级坦白讲就是5级你可以回家了，是不是？基本上你可以去看诊所、一般的诊所、看门诊都可以。但是的确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啊，比方说连续假日，医院的门诊、诊所也都休息。我虽然不是很紧急，比如说我发烧烧退，我自己吃一些药感冒药，我已经也自己观察了2、3天了，但是还没有好。但我今天还在烧，对，也不喘。那像这种你基本看门诊可不可以？可以。看急诊，我们刚刚讲急诊，我们不会拒绝任何的病人。会不会只会让你等这件事情？不拒绝，但是会不是我们绝对不是故意让你没有，不是我说因为减伤，我要强调是因为减伤分类的关系，所以有可能让你等待时间长一点点。让你等，意思也不是在休息在聊天，他是前面因为有比你级数更高的病人在前面，他有1级、2级，他一定要处理完。对。那前面如果有3级，那他可能还是会先处理。那你5级先挂号，但后面来了一个3级，基本上医师也可能会先看3级，当然啦，因为他的级数会比你高。所以像5级这种，应该看门诊。如果你真到急诊室来的话，你有可能会等1个小时到2个小时。急诊没有比较快。对，所以像卫福部也规定，像5级在120分钟内你要提供服务，那120不就2个小时了吗？对不对？台湾健保真正好。对，那4级的话，当然就是4级，当然比5级可能再稍微比如说你肠胃炎，基本上也快好了，也快好了，但是还是有点症状，但急性疼痛都不存在了。像这种判定4级，那4级大概就是可以60分的这个候诊时间。但是你不能把急诊当门诊，我要这样讲这件事，因为很多人真的把急诊当门诊。虽然急诊，你看，也许在门诊的时候，你可能常常抱怨我等了2、3个小时，医生只看我5分钟，好，或者是说，哇，怎么会门诊人这么多，我要等到何时？我上班时间都快到了。但是现在卫福部已经把这个急诊的费用往上调了。第一个是费用，好，你可以告诉我你不缺钱，没关系。但是你还是要把急诊当门诊吗？其实错了，因为急诊室里面他给的药还有看的东西，真的不是你所想象那么简单。就像刚刚瑞玲讲的的确有少部分的人纯粹是为了个人自己的方便，这个对急诊是过度利用啊。比方说门诊时间，他也要看你急诊，急诊费用比较高啊，那没有关系，我有保险。我实支支付保险我不想在门诊等这个基本上。你们医生听到这个话会不会很想干什么啊？对，坦白讲，我绝对相信有部分的医师看到这种利用急诊资源的一些病人，他会不开心，只是不想讲而已，他只想干什么？那我以前也是看说，想说我要好好的帮你这个教育班的。OK， 我想这种就可能大家就要真的要去斟酌一下，因为你有保险保险会支付。但是我们会知道，有些人就说，我来急诊排个检查可能比较快，去门诊什么都可以检查。我去门诊，医生帮我排个电脑断层，要等2个礼拜，我就挂急诊。基本上急诊的检查，他能不能做电脑断层，像这种一些特殊排检的检查可以，但健保对很多的急诊排检，它有很严格的规范。你的病情是属于紧急，必须要立刻做的，它允许在急诊做。但是还是有那个规范，他不是说你想做，对，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贾医师，不好意思你帮我做个断层好不好？我觉得要看一下，这个我可以，病人可以要求。我们医生就评估嘛，急诊你要马上排，你要插队排，你会排挤到其他的人的一个排程顺序，紧急危及到生命啊。所以他必须要有条件，就是医生判断他必须要急做。那这种在急诊室帮你安排一下可以。你如果是你不是很紧急状况，你在急诊室插队，你用一个紧急状况去做检查，那健保会核删的。你们会被罚吗？我不敢讲说一定没有，但基本上医院通常不会。但是你医师你要去写出一个非紧急病人，你为什么排这个检查？对你写得出理由，那 OK， 基本上医院还是从宽认定。但是你写不出理由，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反应的机制。所以一般的民众病人也体谅一下，你不要觉得说你跟医师一直在撸，或是你凶一点，医师就非听你的不可因为健保资源毕竟可贵。对第二个，很多人以为说，我看急诊室不仅快排检查，那反正我得到的医疗几乎是和门诊一样，其实不一样。
啊，其实不一样。比方说你是拿慢签慢性病人，对，你在急诊室他不可能帮你开慢签。医生急诊只顶多开3天啊，然后再转到请没有错你到门诊去啊。没有错，非紧急类检查在急诊室不能排，对不对？啊，第二个非紧急类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根据这个检查报告开的一些药物啊，急诊室基本因为你检查的没有，你都没有报告，你怎么开这个药？是啊。所以基本上健保对急诊的病患的照顾，它还是以急为优先的。所以资源还是要妥善的利用。啊，你不急挂急诊室，你多付了一点钱，你不要说你多付钱，健保帮你付的诊查费，急诊还是比门诊多啊，所以他现在开始，刚刚这个瑞玲有讲过嘛，现在开始这个健保改革，对呀2代3代改革，是就把这种轻症啊、非急症再利用急诊的，如果你真的是个人因素啊，个人的一个工作安排、生活安排或者个人私事安排，你非得用急诊资源的话，那你的部分负担比例就会开始增高了，或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分级医疗的转诊，你直接跑到医学中心挂急诊的话，这个分担比例都会在7月之后就要往上再调高一些。台湾健保真的很珍贵哈，而且是急诊室医师也很珍贵，而且我还在打破一个迷思，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说，急诊室对啦，他是看急，但是医生都很两光。我这样讲，他们说医生很两光，是因为你看他什么科都能看，什么科他看一看都看一半，真的是这样啊，赶快摆平。这个没办法，我想，医学专科的训练分2类嘛，一个我们叫纵向训练，就是心脏内科、胸腔内科、什么心脏外科、脑神经。这个叫纵向训练，我基本上我把我的所有的时间精力放在一个系统或是一个器官，从最浅的到最难的纵向。那台湾的大部分专科其实大部分都纵向训练，但台湾有2个专科叫横向训练，那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叫家庭医学科、家医科，他什么病都看，他从一个你还没有生病，从你的预防健康促进、预防保健都开始看，所以这个是横向训练，大家一个叫家医科。那另外一个就是急诊医学科，急诊他不能只学，我只看心脏急诊不行，对不对？他也不是胸痛的，难道一定心脏病吗？他也可能是别的病，所以急诊科是另外一个横向训练的科。那你既然横向训练又广又深，基本上就强人所难了。对。但他至少在真正危急病患，他在你急性期症状表现很模糊，症状表现非常不典型，但他的急诊训练就是不典型病人，他也有比其他科要更好的侦测能力，更好的一个更高的敏感度，敏感度更高，对，他有更快的反应能力，所以急诊科医师他的专业训练呢，就是你在一个一般性的非特异性症状，他这个可以帮你快速诊断。第二个，它可以做，因为危急，它可以帮你先稳定病情。稳定病情。那它会帮你做，它其实就有点像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会去帮你去决定我要先会诊哪一科他已经帮你先整理好了，对，你不用急，医生都知道，但是在从中当中一团乱的毛线当中，帮你抽丝剥茧那个头，然后那个头应该往哪里走，那就是急诊室医师专科的部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在真正危急状况，急诊科医师他扮演一个非常关键角色，非常关键角色。大家不要误会急诊室医师，也要好好的运用这个急诊的资源。那蒋副，你有碰到过在急诊室其实最难治的，就是真的急诊室，我们不要说老，因为像是40、50岁或30几岁的人，因为在这个急诊室，他真的你觉得救起来很困难的。难是难分很多面向像我是民国85年取得急诊专科医师升任急诊。哇，我才刚大学毕业没多久。85年。OK， 你在升任主治医师的前10年，你认为什么最难？其实你对一些真的很疾病困难、处置困难处置的黄金时间非常短你中间一个闪失，你就影响后面结果。你觉得那个困难，那是疾病困难就因为你的经验相对来讲还不是那么的累积，不是那么多嘛。当你做久的时候，你对疾病的掌握就慢慢比较有把握的时候，你才会真的你会发现难的其实不是疾病其实难的是医人不是医病，是医人，对就是你把他病治好了，但他可能对你非常不满意对，他躺着进来，他走得出去，下个反应他说我要去投诉你对，他觉得你让我等这么久，你的讲话你没有尊重我，你的这个态度很不好。可是你治疗他好了，他本来是躺着进去，走得出去啊，怎么这样？
其实很多人看病，尤其在急诊室，在身体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其实那个疾病身体治疗好了，背后的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创伤是存在的。但在台湾的这个急诊环境，坦白讲，真的急诊太吵、太挤、太杂，然后医师也太忙，所以我们常常就把我们的所有的精力，99%的精力啊，花在这个医病上面。对，那你剩1%的精力呢？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所以这几年我会发现越来越困难，其实不是医病，是医人呐。第一个在工作的急诊室是台北马偕医院，那个时候民国80几年，哇，台北马偕医院那边是一个夜生活非常这个丰富精彩的地方。但现在这几年，其实医院的急诊环境安全维护也相对比较好，医疗暴力的事情也被大家所重视，很多法也修，对啊。那所以这几年有时候最困难的，其实还是一个身心灵，不管哪一科，都会讲身心灵的照顾。那个心跟身的身比较简单，他们最简单，心和灵很难啊。所以这个就是急诊室的一个医师的修行，修行我想永无止境。对，所以我下次呢，如果你碰到你真的是躺着进去走出来的话，你要怀着感恩感谢的心。急诊室医师真的不容易啦，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珍惜我们的健保呢？还有我们的急诊室医师呢？今天我们谢谢贾副医师，拜拜，谢谢瑞玲，大家拜拜，拜拜。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期影片很快就见面喽！巴蒂杂志引领女性发掘自身美好价值。